如果你一直相信巴菲特是那个永远不会犯错、永远只赚不赔的股神，那你可能会被他最接近破产的那一天彻底颠覆认知。很多人只知道巴菲特通过价值投资赚了几千亿美金，却不知道他曾经因为一个交易员的愚蠢和一群高管的不作为，差点亲手毁掉自己花了40年才建立起来的商业帝国。那一天，他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盯着一部永远不会亮起的绿灯电话，准备宣布自己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破产。而把他逼到这个地步的，不是什么金融大鳄，也不是什么系统性金融危机，只是一个年薪475万美金，因为被同事抢了风头就怀恨在心的普通交易员。今天我们不讲巴菲特的成功学，也不拆解他的投资组合，我们只讲这个被大多数人遗忘的1991年所罗门兄弟国债丑闻。你会看到，即使是全世界最谨慎的投资者，也可能因为对人性的误判而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你会明白，为什么巴菲特会说毁掉一个好名声只需要5分钟。你更会发现，华尔街最可怕的从来不是贪婪，而是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集体不作为。把这些东西看懂了，你再看今天的资本市场，再看那些所谓的明星公司和明星基金经理，就不会只被表面的光环迷惑。欢迎来到逻辑棱镜，我是小罗，这里不追热点喊单，只用真实的商业案例和历史细节，拆解资本市场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人性与逻辑。1991年8月18日星期日，奥马哈的天气异常闷热，巴菲特却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坐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空荡荡的会议室里。墙上的时钟滴答作响，每走1秒，他的心跳就加快1分。桌子上放着一部黑色的老式电话，电话旁边是一叠厚厚的文件，最上面一张写着破产申请。几个小时后，东京股市就要开盘了。如果在那之前他还接不到那个电话，所罗门兄弟公司这家曾经统治华尔街的债券之王就会在全球市场的注视下轰然倒塌。而巴菲特作为所罗门最大的股东，不仅会损失他当时全部身家的1/4，更重要的是，他一辈子积累的谨慎、诚信、值得信赖的名声会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我先提醒你，这里最容易看错。很多人以为巴菲特当时面临的只是金钱上的损失，但其实不是。对1991年的巴菲特来说，钱已经只是一个数字了。那一年他38亿美金的身家排在全美富豪榜第2位。他全身上下唯一的一笔负债是一套价值7万美金的房子的房贷。不是因为他没钱全款买，而是因为当时的房贷利率只有4%，他觉得用银行的钱比用自己的钱更划算。就是这样一个连7万美金房贷都要精打细算的人，却要在几个小时后为别人犯下的错误承担上百亿美金的损失。你可能会问，巴菲特这么谨慎的人，怎么会投资所罗门兄弟这种充满了贪婪和冒险精神的华尔街投行呢？这就要从1987年的美国股市崩盘说起了。1987年10月19日，道琼斯指数一天之内暴跌22.6%，创下了历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整个华尔街一片恐慌，无数公司的股价被拦腰斩断。就在所有人都在疯狂抛售的时候，巴菲特却出手了，他看中了所罗门兄弟公司。当时全美最大的债券交易商，也是华尔街历史最悠久的投行之一。在巴菲特看来，所罗门兄弟拥有一项别人无法复制的核心资产——美国财政部颁发的国债1级交易商资格。我给你打个比方，这个资格就相当于古代朝廷颁发的盐铁专卖特许状。整个美国当时只有40家公司拥有这个资格，只有他们才能直接从财政部手里购买新发行的国债，然后再转卖给其他投资者。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风险的垄断生意，只要美国政府还存在，这个生意就不会消失。而且当时所罗门兄弟的股价因为股灾已经跌到了非常便宜的位置。巴菲特没有买普通股，而是买了7亿美元的可转换优先股，每年可以获得9%的固定股息，3年之后还可以按照每股38美元的价格转换成普通股。这是一个典型的巴菲特式投资，进可攻，退可守。如果所罗门经营得好，它可以转换成普通股，享受股价上涨的收益；如果经营得不好，它也可以每年拿着9%的股息，稳稳当当赚钱。我当时看到这个投资决策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佩服巴菲特的眼光，而是感叹他对风险的控制能力。
你看，他从来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只能赢不能输的位置上，即使是投资自己非常看好的公司，他也会给自己留好后路。但这一次，巴菲特算对了所有的数字，却算错了一件事：人性。他以为所罗门兄弟作为华尔街的老牌投行，拥有完善的风控体系和严格的管理制度。他以为只要自己不参与日常经营，只做一个安静的股东，就可以坐享其成。他甚至和所罗门的管理层约定，他不会干涉公司的任何具体事务，除非公司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问题。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会以一种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出现。这个问题的制造者名叫保罗·莫泽，他是所罗门兄弟公司政府债券部的一个交易员，负责美国国债的拍卖交易。1991年的时候，莫泽42岁，年薪475万美金。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华尔街已经是顶级水平了，但莫泽并不满足，他是一个极其自负、极其好胜的人。在他看来，自己是整个所罗门兄弟最优秀的交易员，他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更高的地位。但公司的管理层却更看重他的同事，一个叫刘易斯·拉涅利的交易员。拉涅利因为发明了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而名噪一时，成为了华尔街的明星。这让莫泽感到非常嫉妒和不满。我觉得这恰恰是华尔街最可怕的地方。当一个人已经拥有了普通人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驱动他冒险的往往不是金钱，而是病态的虚荣心和胜负欲。莫泽不需要更多的钱了，他需要的是证明自己比别人强，他需要的是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保罗·莫泽才是所罗门兄弟真正的王者。为了证明自己，莫泽开始在国债拍卖市场上玩起了危险的游戏。当时美国财政部有一个规定，任何一个竞拍者在单次国债拍卖中最多只能购买总发行量的 35%。这个规定是为了防止有人垄断国债市场，操纵价格，但莫泽根本不把这个规定放在眼里。他发现了财政部系统的一个漏洞，他可以用自己客户的名义来竞拍国债，这样就可以绕过 35% 的限制。一开始，莫泽只是小打小闹，他用几个客户的名义多拍一点点国债，然后赚点小钱。但随着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他的胃口也越来越大。1990年12月，在一次2年期国债拍卖中，莫泽一口气用自己和客户的名义拍下了总发行量的 87%。这意味着整个市场上几乎所有的新国债都在他手里了，其他想要购买国债的投资者只能从他手里高价买走。莫泽通过这次操纵赚了几千万美金，也终于在公司内部出了风头，但他的行为也引起了美国财政部的注意。财政部给所罗门兄弟发了一封信，警告他们不要违反竞拍规则。按理说，这个时候莫泽应该收手了，但他没有。他觉得财政部只是在吓唬人，根本不敢把所罗门兄弟怎么样。毕竟所罗门是美国最大的国债交易商，如果财政部惩罚所罗门，整个国债市场都会陷入混乱。1991年2月，莫泽又一次故技重施，在一次5年期国债拍卖中，他再次拍下了总发行量的 80% 以上。这一次财政部真的生气了，他们开始对所罗门兄弟展开正式调查。这时候莫泽终于害怕了，他把自己违规操作的事情告诉了他的上司，政府债券部的主管约翰·梅里韦瑟。梅里韦瑟一听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这件事如果被曝光，不仅莫泽会坐牢，整个所罗门兄弟都会受到牵连。但他没有把这件事上报给公司的董事长和 CEO， 也没有通知巴菲特，他只是让莫泽写了一份检讨，然后就把这件事压了下来。讲到这里，真正的分水岭就出现了。很多人把这次危机的全部责任都推到莫泽一个人身上，但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莫泽的违规操作只是一个导火索，真正把所罗门兄弟推向破产边缘的是公司管理层接下来的一系列愚蠢行为。梅里韦瑟把这件事告诉了所罗门的总裁汤姆斯特劳斯，斯特劳斯又告诉了董事长约翰古特弗罗因德。这3个华尔街最有权势的人坐在一起开了一个会，他们讨论了很久，最后做出了一个决定，隐瞒这件事儿。他们觉得只要他们不说，财政部就不会发现，就算发现了，他们也可以找个借口搪塞过去。他们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公司的股价，更不想影响自己的奖金和地位。查理芒格后来评价这种行为的时候，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词：作大拇指。什么叫作大拇指？就是明明知道问题已经发生了，却什么都不做，只是坐在那里开会、讨论、观望、祈祷问题会自己消失。
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一群明哲保身的懦夫。他们宁愿看着问题越来越大，也不愿意承担责任，主动解决问题。大公司里最危险的从来不是一两个坏人，而是一群只会嘬大拇指的好人。他们不会主动做坏事儿，但他们会眼睁睁看着坏事发生。他们会互相推诿责任，会把问题往上推，会把决策往后拖，直到有一天小问题变成了大灾难，所有人都无法幸免。所罗门的管理层就这样嘬了6个月的大拇指。在这6个月里，他们没有向财政部坦白，没有通知巴菲特，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防止莫泽再次违规。莫泽甚至还在继续他的违规操作。直到1991年8月，《华尔街日报》的一名记者发现了这件事的蛛丝马迹，准备发表一篇深度报道。这时候，所罗门的管理层才终于慌了。他们知道纸包不住火了。8月16日，星期五，他们给巴菲特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了他这件事的全部真相。巴菲特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和家人一起度假。他听完之后，一句话都没说。他挂了电话，立刻取消了假期，坐飞机赶回了奥马哈。他知道自己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危机。8月17日，星期六，巴菲特和所罗门的管理层开了一整天的会。他越听越生气，越听越绝望。他发现管理层不仅隐瞒了莫泽的违规行为，还在很多其他事情上对他撒了谎。他们没有完善的风控体系，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整个公司就像一个失控的赌场。交易员们拿着公司的钱疯狂赌博，赢了就拿巨额奖金，输了就由公司和股东承担损失。就在巴菲特和管理层开会的时候，美国财政部也做出了决定。8月18日，星期日早上，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发表了一份声明。由于所罗门兄弟公司多次严重违反国债拍卖规则，财政部决定立即取消所罗门兄弟的国债一级交易商资格。这个决定就像一颗原子弹，在华尔街炸开了锅。失去了国债一级交易商资格，所罗门兄弟就失去了他最核心的业务。更可怕的是，这个决定引发了市场对所罗门的信任危机。所有的银行都开始拒绝给所罗门贷款，所有的客户都开始抛售所罗门的债券。所罗门的股价一天之内暴跌了30%。当时所罗门兄弟的杠杆率是30倍，也就是说，他没有1美元的自有资本，就借了30美元的钱在做生意。一旦市场失去信心，银行断贷，客户挤兑，他就会立刻破产。当时所罗门每天需要滚动的短期债务就有150亿美金。如果在周一东京股市开盘之前，他还不能恢复市场的信心，他就会成为历史上最大的金融破产案。如果你也觉得看懂资本市场的真相不能只看明星投资者的成功案例，更要看他们踩过的致命大坑，以及这些大坑背后的人性弱点，不妨订阅逻辑冷静。我会持续拆解那些改变了华尔街历史的关键事件，帮你建立一套更完整的投资认知框架，而不是只记住几个零散的金句。现在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到了巴菲特一个人身上，他面临着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止损跑路，他可以宣布自己对所罗门的违规行为毫不知情，然后抛售手里的优先股，损失大概是几亿美金。这对他来说虽然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但还不至于伤筋动骨。第二个选择是接管所罗门兄弟，亲自出面收拾这个烂摊子，但这意味着他要押上自己一辈子的名声。如果他失败了，所罗门破产了，那么所有人都会说巴菲特也不过如此，他也会被华尔街的贪婪所欺骗。他花了40年才建立起来的股神光环会在一夜之间破碎。很多人说巴菲特当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投资才选择接管所罗门，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真正赌上的是自己一辈子积累的名誉。对巴菲特来说，金钱只是数字，但名誉是他在资本市场里唯一的通行证。他曾经说过，建立名誉需要20年，而毁掉它只需要5分钟。如果你能想到这一点，你做事情的方式就会完全不同。所以，巴菲特选择了第2条路。8月18日下午，所罗门兄弟的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在会议上，巴菲特宣布接受董事会的邀请，出任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临时董事长，年薪只有1美元。原董事长古特·弗洛因德和总裁斯特劳斯被迫辞职。接下来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巴菲特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盯着那部电话。他已经给财政部长布雷迪打了好几个电话，但布雷迪一直没有接。
他知道布雷迪正在和总统以及其他内阁成员开会，讨论要不要给所罗门一次机会。墙上的时钟指向了晚上11点，离东京股市开盘还有7个小时。如果在那之前还接不到布雷迪的电话，巴菲特就只能签署破产申请了。就在巴菲特几乎绝望的时候，电话终于响了，是布雷迪打来的。巴菲特拿起电话，声音都在发抖，他放下了所有的身段，几乎是在哀求布雷迪。他告诉布雷迪，他已经接管了所罗门，他会彻查所有的违规行为，会开除所有相关的责任人，会建立最严格的风控体系。他向布雷迪保证，所罗门再也不会违反任何规则。他说，如果财政部不给所罗门一次机会，那么整个美国金融体系都会受到冲击。因为所罗门是美国最大的债券交易商，如果他破产了，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整个债券市场崩溃。布雷迪沉默了很久，最后他说，沃伦，我相信你，但我只能给你一次机会。财政部发表了一份补充声明，暂时恢复了所罗门兄弟的国债一级交易商资格，但同时也警告说，如果所罗门再有任何违规行为，资格将被永久取消。巴菲特终于松了一口气，他瘫坐在椅子上，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他知道自己刚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接下来的几个月，巴菲特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开除了所有和违规事件有关的人员，包括莫泽和梅里韦瑟。他大幅削减了交易员的奖金，把公司的杠杆率从30倍降到了8倍。他建立了一套全新的风控体系，亲自监督每一笔大额交易。他还飞到华盛顿参加了国会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他没有为所罗门辩解，也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他只是坦诚地承认了所有的错误，然后告诉国会议员，我对所发生的一切负全部责任，我会尽我所能弥补所罗门造成的损失，重建公众对我们的信任。巴菲特的诚实和担当赢得了国会和市场的尊重，所罗门兄弟的股价开始慢慢回升。1992年，所罗门兄弟实现了5亿美元的利润。1997年，巴菲特把所罗门兄弟卖给了旅行者集团，赚了17亿美金。但这次事件给巴菲特留下了永远的阴影。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投资过任何一家华尔街投行。他说，我宁愿和一个我信任的人一起做生意，哪怕回报率低一点，也不愿意和一个我不信任的人一起做生意，哪怕回报率很高。很多人喜欢把巴菲特的成功归结为他的价值投资理念，归结为他对数字的敏感和对市场的判断。但我觉得巴菲特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他会赚钱，而是他懂得什么东西比钱更重要。他知道在资本市场里，名誉是最宝贵的资产，它比任何数字都重要，比任何利润都珍贵，一旦失去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今天我们讲这个故事，不是为了让你崇拜巴菲特，也不是为了让你嘲笑华尔街的愚蠢，而是为了让你明白一个道理，无论是投资还是做人，最可怕的从来不是遇到困难和挫折，而是失去了别人对你的信任。信任是这个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它需要你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建立，但只需要一次错误就可以彻底毁掉。如果你认可这种不被情绪左右，只看事实和逻辑的分析方式，订阅逻辑棱镜，我们会继续用同样的严谨态度拆解更多商业案例和资本市场的底层逻辑，帮你在充满噪音的市场里找到真正有价值的信号。你觉得在这次所罗门危机中，最应该负责的是狂妄的交易员保罗·莫泽，还是不作为的管理层？或者说，巴菲特本人有没有因为过于信任他人而犯下错误？评论区可以留下你的判断。以上内容只用于知识分享和个人观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每个人的资金情况、风险承受能力和判断周期都不一样。真正做决定之前，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研究和判断。